当我们内在越匮乏，当我们内在的配得感越不足的时候，一个外在的表象就是你会不停的透过努力来试图证明你是值得拥有你想要拥有的东西的。Hello，意识玩家的朋友们，大家好久不见。大家不知道看完接收的影片之后，你的人生有没有体验到更多更丰盛的你想要的那些人事物呢？麻烦留言在下面让我知道。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你人生的配得感。有没有听过配得感是什么呢？配得感就是你天生来到这世界上，你认为你值得拥有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不需要去努力。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当我们内在越匮乏，当我们内在的配得感越不足的时候，一个外在的表象就是你会不停的透过努力来试图证明你是值得拥有你想要拥有的东西的。这个配得感的不足跟努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努力可以基于两种，一种努力是基于内在的热情而去驱动，那这叫做内在的原动力。第二种努力呢，是因为恐惧，因为匮乏，因为认为当自己停止工作、停止认真耕耘的时候，你会失去工作，你会失去你生活中所有的收入，你会没有办法缴这个月的房租、水电等等的账单。那这种匮乏呢，就是因为你的配得感不足。我后来有发现，我人生走到现在，其实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那在镜头前面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哪怕你稍微有一点点的怠惰，哪怕你稍微有一点点的休息，你都会不停的责备你自己，认为你就会没有价值。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以前有这种感受的话，那恭喜你，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告诉你如何提升你的配得感。那配得感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没有任何的身份，你没有任何的地位，你也没有透过任何的努力，你先天就认为你配得上的东西，不管是你想要的房子、车子、生活，或者是你的另一半，那个内在的那种配得感，它都会不断的去吸引这个外在跟它对应的能量进来。如果你内在的配得感是非常不足的，那你外在显现就是不停的去寻找一个能够匹配得上你的东西。如果你觉得匹配不上，你就会不停的努力去耕耘。那要如何提升我们的配得感呢？其实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认知到你是一个无限的存有，你是个无限的灵魂，你是跟宇宙本源连接的。你其实只需要做选择，你也不需要去买入任何的故事，你只需要去转身，转个念，你就可以提高你的配得感。不需要去透过任何的故事来说服你自己，你是如何努力的耕耘走到现在。因为透过故事也是充满了各种的观点，所以你在用各种的观点来说服你是一个很有配得感的人，这是一个比较属于表象的配得感。所以第一个就是先意识到你是一个无限的存有，无限的灵魂。第二个要提高你配得感的方式呢，就是去寻找内在那个不安全感。也许你是对人际关系的不安全，你一直不停的处在伴侣关系当中，你没有办法跟自己独处，这是属于关系当中的不安全感。有很多人是属于金钱上的不安全感，认为我只要不努力，我就会失去我现在所有拥有的一切，所以我不停的努力耕耘，我不停的工作，甚至非常喜欢赚钱。喜欢赚钱没有错哦，但如果你喜欢赚钱，用的方式是不停的要用自己的时间来换取金钱，而不是认真思考自己从事热爱的事情来赚钱的时候，这种内在的不安全感，它驱使你去工作，驱使你去赚钱，这种是配得感不足，那你最终会导致你会非常的疲倦。所以要如何提升自己的安全感呢？其中一个练习就是开始用最少的力气来做事情。当你越用力的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内在的不安全感是非常高的，因为你有很多的投射跟期望，认为你必须要这么努力，你会获得你想要的这样子的事物。所以开始用最少力气做事情，你会感觉得到，其实顺流就像是轻轻的用手指头推你一把，你就会往那个你该走的那个丰盛自由的方向前进，而不是努力的逆流向上，到最后自己力竭了，才发现啊，我的人生其实很轻松的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但我却努力的往另外一个我头脑认为我该去的方向。这样子顺流，轻轻的用最少的力气开始去做事情并完成它，
它会让你获得比较多的内在安全感。另外，你还可以提高配得感的方式呢，就是你定时的要替自己庆祝，你要买好的东西给自己。好，为什么要买好的东西给自己呢？我这边讲的并不是说那种几千万、几百万的精品或者是房子，而是适时的买一个你认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你一直很想要的东西，而且它蛮好的，它不是一般的价格，但你负担得起的范围之内去买它，你会发现，当你愿意用更好的东西来伺候你自己的时候，你的自我价值感也会提升。我在这边并不是在提倡你一定要追求精品名牌，而是我在告诉你，你内心有一个很渴望的东西的时候，它很好，但它的价格也许一开始你会考虑，但其实是你负担得起的时候，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小小里程碑去买它，也许是你看到的一个精品包包，你已经看了很久，你其实也负担得起，但你就是下不了手。为什么？因为你配得感不足，你认为你不值得拥有这么好的东西，所以练习去看到你其实是很有价值，你是很有这个资格去拥有一个你很渴望的好的东西的，你的配得感会莫名其妙的提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也许是你很想要去的一个国家，一趟旅行，大胆的犒赏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提升配得感的关键。那再来，如何提高自己配得感，就是停止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功劳。这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这么努力哦，你会发现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在看这个影片的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不停的努力的时候，你也希望被别人看见。那这种努力其实并不是真心为了自己的人生而努力，而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我很努力，所以你们都应该犒赏我，你们都应该看见努力而认同我。那真正的提升配得感的方式呢，就是停止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并不需要被别人看见，因为你知道你的努力是为了你真心渴望的体验，你全然的相信，你非常努力到已经浑然忘我的阶段，这种努力才是那种内在的原动力。所以要提高配得感的方式呢，就是不再向外界证明你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你的价值是不需要跟别人证明，你的价值只需要让你自己知道，我今天的努力是为了让我自己很开心，因为喜悦，因为开心而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为了去向别人证明这件事情，你的配感也会提升哦。还有另外一个我常常在提升我配得感的小方式，就是我会去体验 VIP 服务，不管是你在机场去体验贵宾室的服务，不管你是在发廊，你去体验 VIP 的服务，也许这个 VIP 的服务它比原本的服务价格再高上个大概20%或30%，但你会发现整体的服务，对方待你的方式就像是一个贵宾一样，也不是像就你本来就是贵宾，当你相信你在别人的关系当中你就是贵宾的时候，别人就会待你如真正的贵宾。想不想要体验那种被善待的感觉？如果要体验被这种善待的感觉，你要先认为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值得被善待的人，你就是要认为一走出去，当你花钱享受服务的时候，别人就会把你当作贵宾，因为你就是真心的认为你就是一个值得成为一个贵宾的灵魂，所以多花一点去体验一下 VIP 的服务，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配得感的方式。你是去游乐园，你去买 VIP 的 pass， 所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VIP 的服务这件事。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方式，你去观察这些配得感很高的人，他们最重视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时间自主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允许别人来插入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他来决定他这一天当中时间的支配，而不是他的时间被别人支配。所以支配时间的自主性，就是开始在尊重自己的时间。当你能尊重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你会允许你自己在某个时段不停的被别人打扰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个非常有价值的人，你的时间非常的昂贵，所以你宁可把这时间留给你自己。所以去看到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常常把时间留给别人？如果是的话，从现在开始没关系，开始练习把时间留给你自己。我以前也是一个会把时间留给所有的人，来找我咨询的人，来找我上课的学生，我的公司的老板，每个人都想要占用我的时间。当我时间一直给出去的时候，我就是在告诉我自己，我的时间其实没有这么宝贵，其实我的时间是非常廉价的。那你们想要有一个配得感，你们就是要把你们时间自主权拿回来，不是说你就不要去跟人家分享你的时间，而是
很有效率的在非常短的时间呢，去跟别人交流，去跟别人把原本该做的事情完成，也就是将你的时间利用最大化。所谓的丰盛呢，就是在用最少的时间跟资源去创造最大的价值。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得感练习呢？那今天这部影片希望能够帮助你们提升你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配得感，而进而去显化一个你理所当然的人生。什么叫做理所当然的人生呢？就是你来到这世界上，你本来就不需要透过过度的努力而获得你本来就要的东西，因为你就是自己的造物主，你就是自己的无限存有，你就天生能拥有你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东西，这只是时间早的问题。如果你们想要早点拥有的话，现在就开始练习配得感。重复观看这部影片，去练习，去觉察，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地方，你其实配得感不足，你其实内在并不是一个热情的原动力，而是匮乏去推动了你进行的努力。开始不停的去觉察到你的行为可以透过你内在的原动热情去驱动它，去提高你的配得感。那多多练习，告诉我这些配得感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有怎么样子的影响。谢谢你，我是 Frank。我的频道是透过简单的意识练习，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我一样的意识玩家，而去显化一个你富足富饶的人生。谢谢你们，我们下次见，拜拜。